方丈所言甚为至理，只可惜小僧我生性愚钝，实在是放不下这旧友之情啊。昔日我与慕容施主谈武论剑，论及剑法，他首推你们大理段氏的六脉神剑为首，只可惜他也未曾见得。这可是施主一生之大憾事啊！小僧曾经夸下过海口，要借得六脉神剑的剑经，借于施主一阅。这大丈夫一言既出，不论生死，更何况小僧我绝不会自食其言的。这宝匣里放着可是3本奇书，都是慕容施主生前亲笔手书，记载的是少林寺72绝学的练法要旨以及破解之道。小僧今日愿用这3本奇书换贵寺的六脉神剑剑经一把。当然了，小僧我年轻识浅，光靠我嘴说，怕难以博取诸位大师的信任，那只好在大师面前献丑了。拈花指，小僧的拈花指指力自然是比不过少林寺的玄度大师。这多罗叶指嘛，皆知名不虚传，佩服。过奖了。那现在大师的意下如何？国师以3门执法见教，可见诚意。只是我们自己的阴阳指上次修习不全，要旁人的武学奇经作甚？小僧说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话，如果六脉神剑真如慕容施主说的如此精奥的话，我看如今你们天龙寺应该无人可以练成吧？送客。国师，请。既然六脉神剑剑经如今已是徒有虚名，大师何必为了一本剑经伤了大理和我吐蕃的和气呢？国师言外之意，若是天龙寺不交出此经，大理、吐蕃2国便会兵戎相见。我吐蕃国主非常了解大理的风土人情，早就有会猎大理之意。我只是担心此举会多伤性命，有违我佛慈悲之意。小僧我已经劝解多年。国师既精通少林72绝学，复又精善大雪山大轮寺武功，既要经书，出手便是。
果然有少泽剑法。好，中冲剑法。计莫失，凝神观剑，自观自学，不为足序。大师内力深厚，小僧甚是钦佩啊。不过，你们这个六脉神剑，就是浪得虚名。如何浪得虚名？倒要领教。当年慕容施主亲慕的是六脉神剑剑法，而非六脉神剑剑阵。你们6个人合在一起，是威力颇大。不过，和少林寺的罗汉阵法、昆仑派的混沌剑法不相伯仲，算不得天下第一。剑法也罢，剑阵也罢，是国师赢了，还是我们天龙寺赢了？这第一仗嘛，贵寺稍占上风。不过我已经答应了慕容施主，要带走剑经，岂能知难而退呢？大师放心，我已经想到了克制之法。接招吧！他这一掌之上可以生出数股力道，
而伯父他们只能舍剑用掌。这6枚神剑显然是不及他的火焰刀了。得罪了，